现在全世界的焦点都在哪里？都在中东，都在以色列以巴战争。我们看到地图在这里哦，以色列那旁边哦，小小的哦，沿岸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加萨走廊。而我们现在看到呢，整个中东的外围其实纷纷扰扰都有零星的冲突，就像刚刚董哥讲的哦，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先从北边来看，美国的动作很大也很多，地中海哦，这里我们看到美国第6舰队指挥舰已经来到了地中海的东部哦，包括您看到哦，它是加入福特号和艾森豪号的航母战斗群，作为一个指挥舰这样的作用，它是在警告中东其他的国家不要乱来吗？而你再往南看。埃及跟加萨走廊有接壤哦，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关卡叫做拉法关卡，如果像是这些难民或灾民他想要逃离或者物资要进去，都要透过这个关卡。10月20号开通。物资至少可以进去加萨哦，因为里头已经断水断电，没有粮食哦，已经到了严重的人道危机了。而往南走，您看到在红海这个地方，美国的卡尼号驱逐舰在这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宣称他击落3枚飞弹以及8架无人机。那谁的无人机呢？是谁的飞弹呢？美国国防部说，这个导弹是由这个伊朗支持的胡萨武装部队来发射的，可能是要瞄准以色列从这个也门的地方要瞄准以色列，所以美军先把它给击落了。这周围非常的纷乱。如果我们往北看，黎巴嫩这里有真主党已经早就跟以色列发生一些零星的冲突。可是我们看到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美国大使馆外也发生了反美示威，到处都是烟雾。所以以色列也宣布，黎巴嫩边境城市现在有疏散计划，整个中东乱糟糟。在这个时间点呢，东部的伊拉克以色列东部的伊拉克，美军驻扎的伊拉克基地看到了有无人机。火箭来攻击他，而伊朗，美国也很头痛的这个国家，我们看到他的外长他在 Twitter 上面发文说，时间到了，看起来警告意味很浓你看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在留言区也留言了，贴了这张贴图，意思是什么？你来呀，你来呀像这样子，两边在互相呛虾，在 Twitter 上面。感觉蛮幼稚的，必须讲我们再请导播给我们下一张图，我们看看，除了在这个地方上面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现在一片纷扰，我们回到加萨走廊这个可怜的地方，它的大小其实有375平方公里，365平方公里，有230万居民。它的面积比台北市大一点点民众230万的居民现在饱受轰炸，你看到红色的地方。都被轰炸了那这个包括加萨北部，尤其是荒芜一片，像是一所医院被炸毁这件事情，现在众说纷纭。美国讲医院被炸无关以色列，可是土耳其的军事专家有说了，他说他们看到一些证据，也推测以色列很可能向医院的上方投下1枚近炸隐性炸弹。所以它不会有弹坑在空中爆炸，在高空爆炸，所以地面上没有弹坑。而且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讯息，不过现在波音还没有回应波音公司据说正加快向以色列交付多达1800个 JDAM 套件这是一个 package 看起来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炸弹这个变成精准制的导弹套件，意思就是说它可能只是这样下来这个重力引力下来，现在它可以精准的攻击某一些目标。不过波音公司到现在没有回应，它拒绝回应。我们看到炸医院到底跟以色列有没有相关？美国是这样讲，拜登是这样讲，可是其他国家恐怕还有一点点迟疑，包括加拿大这一次看起来并没有遵从老大哥的。杜鲁道他就说，我不接受以色列对加萨医院爆炸事件没有责任。而我们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真的多舛除了加萨走廊这个地方被炸乱七八糟在东边的约旦河西岸，有一些巴勒斯坦人不爽他们拿起石头对以色列的军队这个士兵投掷石块，结果被狙击手当场枪击击毙
哦。那以军的发言人就讲说，如果你巴勒斯坦人不想受伤，你就应该远离我们以色列的社区哦，看起来非常的可怕，非常的血腥，也非常的暴力。而以色列对圣波菲瑞斯教堂发动空袭，那个地方有很多平民，然后因为他们流离失所嘛，从萨北还有南部地区的难民集中在这里，结果被空袭了。而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不是有跟巴勒斯坦人讲说，你离开萨北，我们要在这边对你轰炸，可是他们逃亡的路线其实也在空袭哦，所以他们很惨，无路可退。我们看到以色列军人现在聚集在跟加萨的边境这里，大军布在这里。那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他就说了，我们的士兵很快就可以从内部看到这片巴勒斯坦飞地，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很快就会进去加萨走廊。而以色列的外长更说，战争结束之后，不但哈马斯会消失，加萨的领土也会缩小。看起来都在放狠话哦，不知道他们手段是不是也这么的剧烈？来请教赖老师。如果以色列外长讲的是实话，他等于是公然打了这个拜登的脸，因为拜登要求说以色列必须要承诺不占领加萨的领土，哦，不去占领它。那这个以色列外长这样讲的话，等于是否定了这个拜登的要求。那这个部分里面，拜登必须要有所立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拜登说应该不是以色列炸的，是第三方炸的。那他的理由是有五角大厦提供给他足够的证据，这么严重、这么严肃的一个，赶快把证据公布出来，以昭公信嘛。因为如果你相信你的五角大厦给你的资料说是为真的话，你就尽快公布。你一公布，大家一翻两瞪眼。我觉得那为什么不公布？以色列也说不是我炸的，应该是第三方炸的。那你指控第三方，赶快公布证据。可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公布证据，以色列没有公布证据，可是却都指控第三方。那这个部分里面，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么严肃的问题，整个全世界都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公布证据，不正常。BBC 更有趣 ，BBC 他们说我问了20个智库，还有专家。还有大学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以色列炸的？他说只有3个啊，有3个说这个应该看起来不像是以色列炸的。他说有3个，可是我觉得 BBC 这个立场是偏颇的，他应该说有17个不愿意帮以色列背书，因为更多的英国的智库、大学跟专家不愿意帮以色列背书，说这不是以色列炸的。那他们3个的理由是说没有重大的弹坑，但是问题就在于大家都知道，您刚介绍的那个导弹，它确实是有空爆的功能，而且呢，在过去的实战中，它有空爆的这种经验。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它不会留下大的弹坑的。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呢？这就是为什么波音拒绝回答，因为波音如何跟大家说我的这个导弹的能力是精准的，而且是很准的，因为它是用 要用 GPS 来制导的，它的误差不会超过10米。那因此它又可以空爆，而且它的药包里面可以有200多公斤的，有400多公斤，也有900多公斤的，它可以炸很大的范围的。那为什么波音它不愿意解释？这个就是代表有不可告人之处嘛。那有这么多的不可告人之处。这么大的问题，全世界已经引起了焦点，而且整个穆斯林愤慨、恐怖主义的攻击已经因为这个加沙医院被炸，已经开始燃烧起来了。那你美国跟以色列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已经拖到今天了嘛，应该可以公布证据了，还是不公布？另外，我倒觉得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以色列真的要攻进加沙地区吗？因为看起来什叶派蠢蠢欲动了嘛。也就是说，美国摆出一个2航母战斗群的一个态势，说我要打一场区域战争，可是下得住伊朗吗？下得住叙利亚或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吗？现在已经传出也门远离这个以色列这么远，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方，他本来跟政府军是在交战的，他都有一部分脱离战场了，已经往北走了。那往北走，已经开始在攻击以色列，或是攻击这个在伊拉克
或者是驻守在叙利亚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对，难道这一些的动作不都是代表已经在强化挑衅，在刺探美国的反应？也就是说，在预备下一波的更大的攻击。中东地区的混乱已经很明白了嘛？很明白了，而且中东有好多的武装组织哦，现在蠢蠢欲动，有的已经开始发动攻击了，到底怎么收拾啊？来，请问舰长。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它的兵力呢，约略就是我们那个所知道的福特号，它事实上已经现在在地中海。那有关于艾森豪号，它其实就是快马加鞭的准备要进入地中海。那之前一直在波斯湾的这一个巴丹号。那他现在也开始准备进入到红海，然后穿过苏伊士运河，就要进入地中海了。只有这三个吗？没有哦。如果是根据最新的公开性情报来讲的话，这个也就是雷根号打击群，他在昨天已经穿越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那他进入南海准备要去哪里呢？只是到台海军演吗？这很难讲，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卡尔文森号它事实上也在向西太平洋接近啊。那另外我们这样子讲啊，以前大家都认为美国随时可以应付2.5个战争啊。对不起，那个是甘乃迪的时代啊。在2013年，奥巴马就修改了，说美国不但没有办法应付2.5，他连2个都应付不了。他自己讲的啊，1.5个。也就是1个常规的作战跟0.5个干扰。可是现在在世界上各地，我们知道的有乌克兰，现在又多了一个以巴。那如果这个时候再出现一场战争，其实美国没办法应付。不仅如此啊，那小舰长前几天讲到说，艾森豪号啊，他没有办法准时出港，但他说，你不要乱讲好不好？来，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媒体自己报道的，他在诺福克 delayed， 他为什么延迟呢？因为其实我们看之前啊，那个雷根号一共也是 delay 7次啊。为什么？因为船上有东西故障啊，它如果没有料配件，或者它需要厂级维修的话，船上无力自修，它就必须要完成修复之后，它才能出港。这个就是为什么延迟的原因。另外，刚刚赖老师讲了很多啊，我们不看现在的，我们要往以前看。而且最近在讲什么？以色列向德国要回了2架苍鹭无人机，这个就是苍鹭无人机。苍鹭无人机到底有多大啊？苍鹭无人机它的翼展26公尺，它的机长15公尺，它其实就跟一架737差不多大。它的载弹是多重？1吨。而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以色列还特别讲说，它这个载重一吨呢，它其实是没有所谓的推进系统或者是加力器，所以你听不到声音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垂直落体的一个炸弹。所以现在有各种可能，为什么把苍鹭无人机这个时候要回来？是不是以色列就准备用这种无声的打法来进入到加萨走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是，来再请教董哥怎么看？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年来，因为中国大陆在中东花了很多心血，而且促成很多死对头国家开始谈了，所以美国也加大很大力量。他本来要促成以色列跟沙特，就是沙特阿拉伯本来也是要开始有积极密切的一些动作出来了，没想到因为哈马斯这个动作，那美国本来在中东里面，譬如说今年的9月。他跟伊朗换俘，对，交换俘虏，你这5个换我5个，那换了，而且他把原来解冻的钱就是60亿的美金，也说就还给你了。其实美国是比较吃亏的，因为他等于说他本来手上还有这个60亿的筹码，他也通通要还给伊朗了。那本来这是好事一桩啊，为什么？因为他想说我要把中东过去对我有深仇大恨那些慢慢解套。可是没想到哈马斯这个动作，那美国这2天，叫卡达银行这个60亿先不准交，怕他们拿去支援战争，
去帮忙去攻打以色列。所以由这些小动作，你可以看到，美国其实是很想在中东不要再输那么多敌人。可是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这个战争打下来的话，它让整个阿拉伯世界大团结，所以对美国来讲左支右绌。那前面提到了，就是拜登现在要选举，他不希望自己有太多的投入。为什么？因为你投入的话，当然你的美国的军队不会进去，可是你要花很多钱。这些钱再花进去的话，你的对手川普又在那边揶揄如果我当总统，这些战争都不会有。那这个其实对拜登来讲，他的杀伤力蛮大的，然后对他的选情也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战争里面，其实掺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选举。那美国选举，他当然希望说，我还是可以搞定一切，我还是世界老大，我拜登就是了。所以要跟习近平碰面，变成是他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动作。那如果能够碰到面的话，至少有一张照片，他可以对外讲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大家把这些东西看了，就会知道他们的纠葛非常大。那里面纠葛最冲动的是以色列，因为我现在被打了，很不甘愿，很气，我死那么多人，有人被吓死，我可能有很大动作，这些动作可能超过美国想象因为美国虽然欠了，你不能干嘛？你看，你跟他丢石头，他一枪就把你打死，这在全世界怎么可以接受呢？对不对？可是好像也没有人去声援，而且过去一直都是这样，过去一直这样啊。那以色列觉得说你跟我丢石头就是藐视我，我就开枪可以打死你，可以吗？全世界大家想一想看，不可能嘛。是，所以你可以看到接下来关键就在以色列的动作，因为他们有很强大的军火，他的武力非常强，他到时候一打了怎么样的话，可能拜登的承诺都做不到是，可是拜登还是不断的在支持以色列，包括他本人飞到以色列去支持纳坦雅胡，而他回到白宫之后，他很罕见的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演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普京哈马斯毁灭民主那他另外提出3兆美元的紧急预算，要力挺以色列跟乌克兰，并且向全美国国民喊话说这是明智的投资。可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说投资这是什么意思？感觉上别的国家在受苦，在打仗你说这是投资吗？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他要拨出这么多钱，他要说服他的这个参众议院两院，参众两院以及人民，我们应该要花这些钱，要保卫民主不要让这些所谓的独裁者侵吞我们的民主。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世界的想法其实各个的不同不是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一样，像是欧美、澳洲、亲美还有东亚国家都不认同什么事，不认同这件事。你看到这个是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因为拜登跟纳塔雅胡闭门会议中间有私下这个是英国的报纸报道，私下对以色列向加萨发动地面战争表示支持。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是不是部队要开进去据说这个拜登是支持的，可是其实这个世界全球很多国家都不认同，不希望这个战争再继续扩大。有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辞职了，因为他不想像拜登一样他批评拜登政府盲目的支持抗议提供武器弹药给以色列，所以这个官员他辞职了。而美国国会山庄也有暴动，被300人给占领，这些人发起示威，他们要求立刻对加萨停火。而另外呢，美国过去的传统上的敌人，每一个都被指控跟哈马斯有关我们看到这各种的指控，包括呢，你看到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说中国可能会因此得利因为以巴冲突让美国分心，所以中国可以趁机崛起，而且跟中国争话语权。另外，北韩也有角色你看到像是哈马斯的这个地道不是曝光了吗？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有报道就说，从外观、材料、技术方面等特征南韩说可能这是北韩在背后下指导棋。而另外，中国的 AR-3火箭炮出口到中东恐怕来对决以色列的铁穹它也助了哈马斯的一臂之力吗？包括伊朗的无人机，还有中国的华为手机，都被媒体报道过是协助哈马斯的利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这场战争，只要跟美国为敌的，或是站在美国对立面的这些国家，可能都暗中多多少少被说你有帮助哈马斯。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到底怎么看的呢？
被无预警的攻击，其实他们当然很愤慨。不过他们说，战争结束之后希望纳塔雅胡赶快下来。有6%的人希望他赶快下台，因为现在在打仗，打完仗之后你就给我下台。而另外，中美的一带一路我们看到是在对抗吗？习近平他所带领以中国为首的一带一路，现在呢跟美版的一带一路这个规划中的，包括印度到中东到欧洲的3方经济走廊有对到吗？我们看到习近平他的演说，他说他在跟其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是不搞意识形态，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可是很明显的美国想与之抗衡。而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还说很后悔当年没有来参与这个所谓的中国大陆为首的一带一路。而另外我们看到大陆连续5个月减持美债，把手上的美债给抛下给抛售，写下了14年来的新低点。来，我们请教赖老师。我高度怀疑了哈，我觉得拜登利用以色列的问题，在夹带乌克兰的援助。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预算案，美国政府差点倒闭？那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笔预算要给乌克兰的260亿。美国的共和党他们是反对的，对，那最后美国的这个政府妥协了，但是它也造成了他们的众议院的议长的被罢免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共和党的议长他最后同意把它交付表决，但是换得的是什么呢？原物案不立案嘛，所以那个260亿的原物案拿走了。这次拜登就因为以色列的事件就夹带了乌克兰，拿出1000亿。里面就包括给乌克兰的钱，那原因在哪里？因为拜登知道，在美国的国会，这些国会的议员或者是他们背后的金主，犹太人占大多数，所以他们不敢投否决票。那这样的情形下，就把乌克兰的问题就带进来了。可是问题就在于，拜登的这个做法，在美国的国务院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你刚刚提到了。这一位资深官员，他是负责军事采购的，他辞职了。其实不只是他，国务院里面已经酝酿一个风暴，这个风暴就是有更多的人联署，那么对于美国这样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被以色列绑架，使美国的中东政策跟美国的这个在国际之间的形象大坏，他们表达愤怒，所以目前的联署。那么已经送到这个国务院，你现在看你布林肯跟拜登要不要处理？那他们更不满的一件事是，只要你跟以色列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受到报复，可能是会受到修理，所以造成他们的这种寒蝉效应，不敢说话。那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务院就等于是外交部的官员，怎么可以被另外一个国家的绑架威胁？那他们觉得非常的不满。那他们认为这个让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意见。目前这个讯息已经在传播，可能到明天大家观众朋友就会看到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些资料，因为他们的联署已经开始。所以它是一个离职潮，而不是单独一个个案。对，有可能是一个离职潮，因为他们现在提出一些联署，就是说要求他们要正式面对，但是因为布林肯就是忽略就是不理这些人。那为什么？因为政客背后的他在乎的是金主，可是在线上服务的他们是这些公务员，他们是常任文官，常任文官是真正在处理事情的人，是，所以他们本身跟政客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另外有一个部分您提到的一带一路的问题，我觉得习近平中国大陆经过10年的努力把这个丝绸之路就丝路的这个俱乐部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有140个国家都已经加进来了，我觉得这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在这个俱乐部中已经开了第3次的会议了，他们共同的来解决问题。那没有加入这个俱乐部的，他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来去共同的建设发展。这个对于很多周边的国家来讲，没有加入的人来说，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不对了。是，像日本就感觉不对了。像韩国也感觉不对了，所以韩国也很酸的说，
我不会去参加。人家问说你为什么不参加？因为我没有接到邀请。是，那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是俱乐部的成员。是，欧洲马上也要开一个这个带路的俱乐部，但是规模实在是太小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拜登持续要军援以色列，可是国内或者是国际社会显然有不一样的看法哦。那另外讲到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这是做东西方的对抗吗？来问一下老师。我帮刚刚那个赖老师再补充一下，补充什么呢？也就是其实被包裹进去的不只有乌克兰啊，还有台湾啊，他把我们台湾也一起绑进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有台湾连线啊，当真人家是这么挺台湾吗？当然挺台湾是一部分啦，那但是更重要的是游说啊，这跟乌克兰有什么不一样呢？那现在通通绑进去，也就是为了要让这笔预算能够通过啊。但是小舰长认为啊，不要钱的最贵啊。他通通送你，以后不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当我们看“一带一路”啊，“一带一路”其实最早之前可能包含了一点军事的目的。为什么？还记得8年抗战吗？8年抗战，我们来看这一张，整个的中国的沿海完全被日本封锁。封锁之后，中国只能靠中印公路、滇缅公路，只能靠这2个公路对外运输。那所以才有这个“一带一路”。但是时至今日的一带一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已经是经济的效用非常的高啊。那大家只看一带一路，有看到其他的部分吗？什么部分？我们有看到最上面这个中俄盟的经济带，有看到这个中巴经济带，有看到这个新欧亚经济带。那还有没有什么经济带？很难说。什么叫很难说？最近纽西兰不是说他也要加入“一带一路”？最近中国跟澳洲的经济是不是非常的热络？有没有可能变成中国跟那个大洋洲的“一带一路”？当这“一带一路”建构起来之后，对不起，你不在这个里面就有点难了哦。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到底是这个是“一带一路”吗？它不是啊，它是印度、中东以及欧洲的经济走廊，他要学“一带一路”啊，印度也要学“一带一路”。他事实上是在那个9月的 G20 里面，他提出这个案子。现在如果中东已经这个样子了，你还确定这个案子推得下去吗？现在连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都不愿意坐下来谈了，你觉得他这上面的铁路还盖得成吗？是，当然就盖不成了。没有错，战争会改变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董哥来帮我们做结尾。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对他的承诺是怎么样？因为15个国家解体，老大哥是俄国。克林顿总统说，我们以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会再扩大，因为你的华沙公约组织也散伙了嘛。结果呢，东扩了6次，那这一次当然大家可以看到，乌克兰就引起了俄国人的不满，已经跟我边境交接，飞弹要对准我，所以仗就打起来了。美国就拉帮结派。那当然，欧洲很多国家都听美国的，所以有俄乌战争，从去年2月到现在，大家看到很热闹，但可是伤亡很多啊，那我们现在要看到了，以巴的这个战争，这个下来的话，美国也想拉帮结派，可是以色列周遭的国家都是阿拉伯人，没有人敢去挺以色列，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宗教，而且那是这个土地，因为以色列这些年来，他也一直在扩大他的土地，包括他说这次战争完了，我要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在加沙里面所以加沙会变更小，你知道吗？所以他的概念一直是这样，他们那种性格是一样。那各位朋友，你要看看有美国在的地方就有战争他会去挑动。那习近平在干嘛？一带一路
这第3次的会议，130几个国家参加，包括普丁其实现在全世界它有2个集团的想法是不一样，一个认为战争里面我可以卖武器，我也可以搞到很多钱。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赶紧来看看罗森伯格，他是 AIT 的理事主席。最近半年，他频繁的来访问我们台湾，到底为哪桩呢？我们先来看看他最近昨天他说的这一番话，他说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包括不支持台独，同时支持两岸展开对话。为什么还要在选前85天的此刻说这句话呢？我们看到《中国时报》的这个新闻分析啊，他就说罗森伯格是衔命而来，他来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稳住台海局势，美方不愿意，也恐怕无力应对第3个战场。大家知道，第1个战场是乌克兰，第2个战场是以色列。现在他不希望再发生事端了，所以要稳定台海。我们来看看，包括马英九这个前总统最近不是到了美国去访问吗？他也做了很多的演讲他说阻止两岸统一不是美国的责任，华府不应该在火上加油。而美国的智库他也是这个过去也曾经担任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战略规划师，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任内，现在此刻有没有卸任他叫梅惠玲。他说美国现在应该给这个包括争取合统的空间给谁呢？给中国我们来看看他的内文。他说美国目前更需要补强的是安抚力量，中国大陆如果只是透过说服、引诱、施压等方式，也就是文攻这个方式达成和平统一，美国还是可以跟这样的中国共存。所以美国内部包括智库包括学者有不一样的意见。我们再来看看呢，习近平跟拜登有没有可能见面？在11月的 APEC 呢，已经敲了很久的碗。现在中国驻美国公使徐学渊他就说可以可是有一个条件，就只有在中国大陆感到获得美方尊重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那怎么样中国大陆才会觉得被尊重呢？台湾列首位，也就是中国大陆有4个核心的利益，台湾是这个核心利益的第1位，重中之重。好，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台海冲突有没有可能发生，或者如何终结呢？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个报告是这样想的，他说中国可能会升级网络战，还有或者是太空战，或者是核战。听起来很可怕有点像是科技电影。而五角大厦也公布了中国军力的报告，包括大家知道的中国大陆现在呢扰台的次数很多那另外呢，他也透过政治跟军事的施压，解放军不断的来扰台，比起去年多了79%多了80%。五角大厦说，解放军有可能如果要进攻台湾，或是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作用或者是这个措施是怎么样的这个状况呢？解放军可能对台湾实施数周、好几周，或是好几个月的空中跟海上的封锁。第一个有可能是封锁，来打击我们的人民对领导阶层的信心；第2个，它有可能用精准空袭来破坏台湾重要的军事设施2栖登陆，还有夺取台湾的外岛。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它公布的中国的军力报告里头写到的一个篇章。而另外呢，日本一向非常的紧张所以现在呢，包括要把冲绳这个仙岛群岛这边的居民撤离的计划，可能要制定相关的计划，要具体出来。因为3月已经做过沙盘推演了，他们很担心一旦台海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日本也会被卷进去。而另外呢，日本的防卫大臣也已经公布了，他说日本跟美国有2项联合的所谓的指挥所联合军演，他们已经邀请澳洲加入了，而且是第1次。那澳洲也同意了。我们看到包括日本、美国还有澳洲联合起来那日本也说，澳洲跟日本都很担心台海发生事情，可能中国大陆军力也越来越壮
旺盛，他们都非常的担心哦。王毅就讲了，他说日本在台湾议题频频越线呐，哦，你越界了。错认中国是挑战啊，王毅啊讲了这样子的话。而另外，美中的晶片战也正在延长赛中哦，这个战争还在延长。科技战的这个竞赛加剧哦，我们看到美国在防范 AI 助力北京的威权。我们看到这一场听证会，美国的专家他们各抒己见，讲了很多话，包括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的网络攻击还有间谍活动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跟北韩的总和。而且他们认为 AI 技术是中国的主要攻击目标哦，对中国大陆加强防范。辉达说啊，我们可能会被迫迁出某一些国家，因为美国扩大禁止对中国出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可能要做一些移转。而现在华为不是有新的手机、新的产品出来了吗？包括这一支赖教授也有的 Mate 60 Pro 啊，那在中国大陆越卖越好。据说现在 iPhone 15陷入苦战，这是来自于日本日经中文网的报道，它的标题是 iPhone 15在大陆苦战，华为攻势猛这是现在呢大家在讨论的热话题。我们先来问问看董哥，董哥怎么看罗森伯格这一次的谈话？罗森伯格今年他的动作非常多包括他来台湾3次之外，而且他跟赴美国的这些总统候选人都有非常多的那个接触尤其侯友宜他特别长时间的跟他在一起。那大家看这个情况代表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从俄乌战争以来美国很不希望再有第二个战场因为这个俄国跟乌克兰这样打仗的话，其实美国已经付出非常多的金钱那非常多的武器，那欧洲那些当然更多所以其实大家都很疲惫。那他一直在防止说台海万一有什么冲突的话，美国虽然不一定派兵介入，可是他还是要支援非常多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对拜登的选举就不会有利嘛。那他们一直在防范这里，可是没有想到以巴发生这个战争了，对不对？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下手了，那这个是没有人想到的，就像俄乌战争也是没有人想到。那像这种没有人想到，就是它非常简单的，就是因为可能这擦枪走火啦，或者可能积怨已久，可是你没有想到它会爆发所以对美国来讲，最不希望的有第三个台海的一个争锋啦。那如果这里有战争的话，美国显然他一定是疲于奔命嘛。所以我们看到罗森伯格这个动作他是希望说先安抚这边。这边为什么要到台湾来安抚其实他们派很多人去中国大陆了，不过谈的最主要是经济希望大陆在经济在美债方面对他们手下留情。可是台湾这边怕的是什么？因为台湾正在选举，民进党一贯的手法，越逼近选举时候越去挑动台海这是民进党就像2020年蔡英文大卖芒果干然后又借着王立强事件、反送中事件，把那个中国大陆把它描绘得非常不堪，所有的影射、所有的攻击，现在都证明是假的。向心18号已经回香港了，香港的《苹果日报》前任总编辑跟他公开道歉，说我们那时候写的都是没有求证的。各位，你可以看到，可是台湾有人跟向心道歉吗？没有。法官、检察官还有蔡英文本人有跟他道歉吗？你们那时候怎么去指控他？所有东西现在都证明是假的。可是蔡英文赢了大选，而且赢的票很多各位朋友，美国也怕你到时候又搞这一套，因为你吃过甜头嘛。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美国的左支右绌就是因为他跟以色列这边他虽然挺他，可是哈马斯他们人家手上是有人质的，这个人质你要怎么办？你可以打败他没有错，那这些人质会被先杀，人家有多少家属？这个家属只要出来痛哭流涕，到国会到哪里去澄清，你拜登就不要选了。那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讨论很多事情其实都跟美国的这个选举有关。拜登怕自己的选情受到了干扰，那现在的民调其实对他已经非常不利了。那你可以看到，哈马斯打了以色列以后，以色列周遭有多少人都虎视眈眈，而且有的甚至已经有开战了，已经有互相攻击了。譬如伊朗一直在警告，
如果谁怎么样，我就要出手了。那黎巴嫩的真主党已经开打了，对不对？他们也防范了。然后呢，以色列又去打叙利亚的机场，你被人家攻击，你还有空余时间，还有余力去打别人机场。他是怕对方的对方会先攻击他。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了今天上午美军说，也门有好几门飞弹还有无人机被我们打下来了，显然他们好像也要对以色列出手，被我拦截了。哇，你看我讲的就4个国家了，那接下来整个阿拉伯世界还有哪些人过去跟以色列的新仇旧恨？如果这是一个混战打下去的话，这是比俄乌战争对世界的影响更大对不对？有石油国家，有整个阿拉伯世界，是那美国是没办法抵挡的，所以台海这边罗森伯格为什么要再来？为什么要去告诉民进党不要增加我们的困扰？那这个动作，这个意味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是没有错。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呢？罗森伯格提出说，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面的改变现状，这个对于民进党有效，因为民进党会听美国的，害怕，所以罗森伯格后面又带了一句话，说不支持台独。那这个态度就很明白了，就是警告赖清德，警告台独的，你现在不要给我闹事，因为我没办法同时打3场战争，我没办法一方面支持俄乌的战争乌克兰，我一方面又要支持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然后你又给我找麻烦，我做不到。虽然我之前有装腔作势，说我可以同时打3场战争，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装腔作势，因为我根本无法处理跟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的块头这么的大，我连俄乌里面俄罗斯我都不敢打了，那中国大陆比俄罗斯更强大，我怎么敢打？所以我装腔作势可以，你不要信以为真。来这边就是警告赖清德，警告台独的，不要给我闹事。这段时间，但是美国的这个反对单方改变现状对大陆有效吗？无效。为什么？同样的道理，大陆反对美国对晶片、对辉达对它做限制有效吗？无效嘛。美国照样给你限制嘛。所以我觉得，对于2大国来讲，你的反对都没效。坦白讲，因为靠实力。靠硬本事，靠争拳头，所以我觉得那个都无效。不过现在已经有战略规划师提出一个新的想法，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国的智库开始产生变化了。过去都是喊打喊杀嘛，而且过去都是认为对中国大陆就要怎么样，就是要制裁，就是要怎么样。可是现在已经发现苗头不对，因为再这样子下去的话，美国根本没有办法得到真的好处。更何况他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符合民主嘛？为什么？因为既然大陆主张和平统一，那和平统一那就是不用武力，那不用武力，那最后要达到统一的时候，要台湾的民众要同意嘛，要说服嘛。不管你是用施压的、用说服的、用经济的施压，或者是用经济的引诱，你再怎么样，你基本上是最后由台湾的老百姓他民主的决定说我们愿意统一。那这个就是和平统一了。那也就是。如果既然是如此，美国就不要去阻止，美国就应该开放空间说，那我真的完全不介入，由两岸之间自己来走，自己来看，那这样的话时间就拉很长，对美国人来讲就不会介入了。对美国人来说，他跟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就有可能，因为这次驻美的公使讲的就很明白，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首要问题。这个就是印证了王毅还有。这个大陆的习近平常常跟美国人讲的，台湾问题是我们中美的核心中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不解决，中美的关系走不下去。过去美国曾经打台湾牌有力有效 ，G7 的时候勒索了中国大陆很多东西。现在中国大陆的做法很简单，你谁打台湾牌，你非但没有办法获益，你还会受害，因为中国大陆绝对跟你干到底。所以你看 G7 的国家打台湾牌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中国大陆那边得到好处，现在纷纷打退堂鼓嘛。澳大利亚虽然不是 G7 的，它也是打退堂鼓了。现在英国也在打退堂鼓，那法国、德国不用说了，更早。意大利早就不跟台湾有真的来往，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局势都在变化。原因很简单嘛，中国大陆的品种购买力，也就是实质的 GDP 已经超过美国。美国跟一个这么大量体的中国大陆，我再强调。
装腔作势可以，虚张声势可以，可是真的要硬实硬的话，美国已经没有把握了。是，来请教舰长。示弱从来就不是美国的战略文化啊。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印太司令部战略规划师，梅惠玲，他讲到说应该给中国争取合同的空间，这个就是一个示弱的表现。那他为什么示弱？因为美国事实上还没有准备好。梅惠玲是不是第一次讲这个？不是，他在2021年5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件事。他说，中国如果攻打台湾，美国干预就有可能升级成为核战争。那久拖不决的结果，美国占不到什么好处。那不止梅惠玲这么讲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最近发布的两份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它讲的是克服台湾旷日持久的封锁，也就是解放军除了对台湾进行所谓的飞弹、无人机或者是3栖登陆之外，之后可能进行的就是封锁。另外，也是大家最近讨论很多的，就是095、096这下一代的动力核潜舰。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篇报告里面它到底在讲什么？它讲的文言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可以赢得第一场战争，挫败第一场登陆，但是它无法赢得战争。这个不是小舰长我讲的，这个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报告。那另外，我们如果看到今天所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的话，那如果我们跟去年相比，它多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放在里面。如果你不仔细看，你还真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他提到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他放进去的，也就是鹰击18的这种攻船飞弹，它的距离到达500公里。这个500公里，它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就是雄风3型增程型的400公里，也就是解放军它有这种飞弹，它可以在100公里之外直接对你攻击。也就是说，雄3飞得再快，飞400公里，可是鹰击18它可以飞500公里啊！这个也是美国人讲的。美国人讲的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他把东风17放进来了。大家常常有人讲东风17不是对台湾使用的，那为什么放进来了？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现在我们台湾在谈什么？我们台湾在讲说源头打击，我们的 HIMARS 可以打到对岸，所以解放军也不傻，解放军早就已经把他的一个火箭军的阵地向后撤，那我向后撤就要有够远的飞弹啊，那个就是东风17啊。东风17它是超高音速的飞弹，确定我们现在的天弓3型，我们现在的爱国者可以拦截吗？这个是国防部接下来要认真考虑的项目。